谁准你们坐在这里的？这就是丈夫说的那个很有能力的新人。我们有预约。一身地摊货的家伙也敢上这儿坑蒙狡骗，哼！这是我们酒店专门留给 VIP 客人的包厢，像你们这种穷鬼怎么可能有资格预约？你连预约名单都没查就认定我们没资格？你在教我做事？我是在问你流程。我是大堂经理，我说的话就是流程。我们酒店可不是什么路边摊儿，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进。不过呢，今天算你们走运，马上有贵宾要来，我没时间把功夫浪费在你们身上。现在大厅角落还有几个空位，你们自己把菜端过去。你就不怕我投诉你们？想投诉我？行啊，我帮你。陆总 ，VIP 包厢混进来几个穷鬼，非赖着不走，还说要投诉人家。你不是想投诉吗？亲口和陆总说吧。陆明言，这件事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宁堂，曼曼刚入职不久还不认识你，就当给我个面子，别为难人小姑娘，不然她这个大堂经理以后还怎么服众？我还有个会议，等我忙完回家再补偿你。怎么不嚣张了？让陆总罚我？赶紧滚！我要让人消毒房间，免得贵客被你们身上的穷酸味熏的。我们不走，照常上菜。不走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喊保安把你丢出去？宁堂，这姑娘手上的花纹怎么跟陆总上次是一模一样？陆明艳以前跟我说那是一时兴起，如果不喜欢他马上洗掉，我还心疼没让他折腾，试试看，顺便把陆明艳也叫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把我赶出去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陆总日理万机，哪有空见你？这张卡绑定了预约信息，你去核实，核实完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坐在这里。骗人也不提前做做功课，我们酒店的贵宾卡可是红金色。胡闹！这张卡是陆总亲手给他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看你们一唱一和的，不会是专门冲着陆总来的吧？先是赖在贵宾包间不走，又故意拿投诉威胁我，还装出一副跟陆总很熟的样子，不就是想把事情闹大，吸引陆总的注意，然后做飞上枝头做凤凰？乔经理，你什么都不核实，只凭自己的猜测就给客人扣帽子，酒店接待客人就是靠你这样办事，少拿这套说辞压我。我告诉你，陆总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装模作样的女人。陆总身边能说得上话的人是谁？酒店上下都清楚，前厅归我管，贵宾区谁能进谁不能进也是我说了算，所以这些权利都是陆明言给你的。当然，趁着我还有耐心，你们最好马上滚。乔经理，后厨已经开始备菜了，让我来确认上菜时间。谁让你们备菜的？前厅的通知早就发到后厨了，我们只是按流程。流程？没有我的确认，谁允许你们私自走流程？我看你是干久了，连谁是上级都分不清了。够了，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职责。哟，你替他说话，一个端盘子的，一个混进贵宾包间蹭饭的，你们倒是挺会爆头啊！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去让后厨给我停下！乔曼曼，你作为大堂经理，当众辱骂客户，推搡员工，简直是给酒店蒙骚！你少在这里教训我，你算哪根葱？向他道歉，也向包间里所有客人道歉。他配吗？你们又配吗？现在清醒了吗？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乔曼曼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当然是在替酒店清理闹事的人。保安，还不快把这群闹事的给我扔出去！去。乔经理，你疯了吗？乔经理，你疯了吗？梁经理，你怎么才来？嘘，季总，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我倒要看看陆明艳到底给了他多大的胆子，能让他在这里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这几个人在贵宾包间闹事，你们行政部就是这么处理突发情况的。这间包间今天确实是给贵宾试菜用的。贵宾？梁叔，你别告诉我这几个穿得像来吃路边摊的人就是贵宾，还是说你这么护着这群人是因为他们是你走后门安排进来的？乔曼曼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哼，我注意什么？陆总可是把整个前厅交给我管理了，倒是你私下安排一群上不得台面的人进包厢，是没把酒店规矩放在眼里。不会真是梁经理的关系户？乔经理可是陆总的人，他要是没把握，哪敢这么说？你要是还想这里干下去，现在给我写一份情况说明，等陆总开完会，我会连你一起追责。保安，把这些人拖走，记得给他们拍照挂门口，就写个他们与狗不得入境。乔曼曼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位客人绝对不是你能随便羞辱的，这位客人绝对不是你能随便羞辱的。梁叔，你居然敢护着他，是不是我太给你脸了？够了，乔曼曼，你身为管理人员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哼，我不仅能打他，真以为有人帮你说两句就能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？在这儿，我就是规矩。陆总来了。
曼曼，怎么回事？陆总，你可算来了！这群贱人仗着人多欺负我。谁这么大胆？明堂，这是个误会，曼曼不是故意的。陆明艳，拴好你的狗！还有，在这家酒店里，你应该叫我季姐。明堂，你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！这一巴掌，我是替酒店董事会打的。身为主管者却管理无方，放任下属公然羞辱客人，打的就是你这副失职的嘴脸。还有，在这里，你应该叫我季总。你居然敢打陆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动手？还不快给陆总道歉！季总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。曼曼刚入职不久，年纪又小，做事确实急躁了一点，但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酒店的规章制度，你就当给我个面子，别和他一个小姑娘计较。为了规矩，陆总，乔经理刚才不仅辱骂试菜的股东是地摊货，还污蔑我利用职务之便带关系户，甚至他刚才亲手打了季小姐一个耳光，还往季小姐身上泼了冷茶。陆总，您别听梁经理胡说，真的只是按规定处理闹事的人，哪知道他们这么蛮横，还动手打人。别哭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把你怎么样。陆明艳，你现在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怎么，在你看来，是我季宁堂在咄咄逼人，存心找你的人麻烦？宁堂，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女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肆无忌惮地羞辱客人，殴打员工。你身为代理总经理，现在还想息事宁人？宁堂，算我求你，这里是酒店，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。要是传出去说我们高层内斗，酒店的声誉还要不要了？这样吧，这次就算曼曼不懂事，等会儿人都散了，我让他私下里单独给你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这么翻篇，行吗？陆总，人家凭什么要跟他道歉？刚才明明是他们先在这儿摆谱，我才按规矩办事的。他就算是什么总，可这家酒店现在是你代理市女总经理说了算，整个前厅都是你交给我的，你为什么要怕他呀？曼曼，少说两句。陆明艳，你现在竟然为了这个女人让我闭嘴，凭什么？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你明明亲口承诺过，在这家酒店里只要有你在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还说过，这条手链是你专门定制要送给最亲密的人的，是你亲手给人家戴上的。你说过你会永远护着我的，为什么现在你要让我向别人低头？为什么你要怕他？我的天哪，原来传闻是真的，乔经理跟陆总真的……难怪他平时在前厅那么横，连梁经理都不放在眼里。不，宁堂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他之间真的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只是觉得他刚入职，工作能力确实不错，是个可造之才，我才在私下里多照顾了他几分。那手链只是给员工的奖赏，他误会了。不错，陆明艳，你所谓的能力，就是让他借着你的名义在酒店里无法无天。梁经理，看来有人觉得我们的流程是扎设，把今天贵宾包间的正式邀请名单拿过来，给我们的乔大经理好好对对账。是，季总。预约人又怎么样？这种名单只要有钱有关系，谁都能做。谁知道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，找了哪个高层才把名字塞进去的？乔曼曼，你刚才口口声声问我们算什么东西吗？那我现在明明白白告诉你，听好了，我是这家酒店真正持有管理权的总经理季宁汤。天哪，这就是总经理！快录！至于你背后依仗的这位陆总陆明艳，他不过是由于我近期休假，才被委任代我管理酒店各项事务的副职而已。说白了，他只是个代班的。同时，我也是整个连锁酒店的股东之一。还有这几位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全都是受我之邀的股东。乔经理，你现在觉得我们这些阿猫阿狗到底有没有资格坐在这间包厢里？不可能！宁堂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怎么可能是这家酒店的股东？你从来没说过，你只说你在做一些投资，你从来没提过你是这里的总经理，你为什么？陆明艳，我没说你们两个就把这间酒店整得乌烟瘴气，搞成了你们的私人领地吗？哼，那我要是早说了，借着这个身份，不知道你们背着我还能干出多少荒唐的事儿。各位董事，今天这件事实际上真的是有些误会。曼曼她是刚提拔上任不久，确实不太熟悉内部试菜的流程，她也是怕贵宾区出了什么安全问题才急着处理。她处理的方式是急了一点，但出发点是为了酒店的形象啊。哼，急了一点儿。陆经理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季总的头发现在还在滴水，衣服全都湿透了，还有梁经理脸上的掌印。你管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人身攻击，管这种毫无职业道德的撒野，轻飘飘的叫做处理的急了一点。我们受邀来试菜，预约名单提前确认，后厨也已经备菜，结果大堂经理不查名单，不问流程，直接辱骂驱赶。陆经理，
这性质已经变了。这不仅仅是某次服务失误，这是严重的管理层失控。不是这样的，各位董事，你们误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股东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我早知道你们是这种身份，我就算有100个胆子，也绝对不可能对你们这样啊！我一定会拿出最高规格来接待的。所以，听乔经理的意思，是因为我们今天恰好是股东，所以你才觉得做错了。那如果是普通的客人呢？你是不是就可以理理应当、毫无负担的对他们泼水、辱骂、扇巴掌，然后把人扔出去？梁经理，既然流程乱了，那就从根源开始查。现在立刻去通知人事部、法务部和董事会秘书，封存今天贵宾区所有的监控视频、前厅人员的排班记录，以及最重要的预约流转原始记录。我要知道是谁给的胆子，让某些人可以随心所欲的修改酒店的接待标准。从现在起，乔曼曼暂停一切职务，在调查结果出来前，不得进入酒店办公区域。你凭什么听我的旨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是这家酒店拥有实权的总经理，就凭他也是我们整个连锁酒店集团的大股东，还有，就凭你刚才羞辱、默骂，甚至殴打的，全是为这家酒店出力的核心股东。要不是季董刚才为了顾全酒店颜面，一直拦着我，在你闯进来口出狂言的第1秒，我就已经把你清理出去了。陆总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你明明说过的，你说前厅你说了算的，陆总，你快告诉他们。事已至此，你确实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。一切按照工商章程办，你先配合调查吧。陆总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，你刚刚还说我只是为了酒店的规矩。乔曼曼，我是要你维护规矩，可我什么时候让你动手打人了？你自己性格暴逆、冲动误事，现在居然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季总，出事了，技术部那边反馈，贵宾区的监控系统出了大问题。大问题。有一段时间的监控画面被人手动从后台强制关闭过。最巧的是，事发前后的那段时间，监控记录刚好全部缺失。这种手法，如果不具备高级管理权限，根本做不到。都看我做什么？监控系统偶尔出故障是常有的事，关于监控被关掉的情况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技术部那边肯定是有误会。对啊，我也只是个大堂经理，监控权限那是酒店的最高机密，我这种级别哪里碰得到？我也希望是故障，但技术部刚刚追踪了后台日记，记录显示，关闭贵宾区权限的操作指令使用的是陆总的个人最高管理账号。我的管理账号？梁经理，你是第1天在酒店上班吗？为了处理突发审批，前厅的几个主管有时候也会借用我的账号权限，这只能说明账号被盗用了，根本证明不了是我亲手操作的。倒是你，梁经理，监控权限出现这么严重的异常，你作为行政经理，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？现在事情出了，你才拿着一份所谓的记录来指手画脚，我看你是想借机推卸责任吧？陆总，请您先搞清楚权限级别。我们行政部在系统只有调阅权，根本没有关闭权。这种从根源关闭监控的操作，系统根本不会推送到行政端，这本身就是敢违规越权操作。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您想把关闭监控、销毁证据的屎盆子扣在我头上，我不接。梁叔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！够了，陆明艳，别在这演什么上司训下属的戏码了。你不用急着找借口，更不用急着把责任往梁经理身上推。今天要查的可不只是监控是谁关的，我还要查乔曼曼到底哪来的胆子，能越过预约名单擅自锁死包厢？他凭什么能一个电话就让后厨停掉所有流程？又是谁给他的底气，让他在这肆无忌惮的驱赶受邀股东，辱骂殴打员工和客人？现在立刻恢复后台所有原始操作记录，查清楚那个管理账号登录的具体设备 ID、操作的具体时间，还有登录的物理地点。查，如果酒店内部查不到，我马上请第三方技术审计入场。陆明艳，到时候查出来的东西可就不是误会2个字能解释得了的。季总，我看这件事已经不能简单定义为前厅的小事故了。陆经理，我看你不仅是失察，简直是把酒店的规章制度当成了废纸。这种程度的管理层腐败，你不觉得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吗？各位，这话说的太重了吧？我承认我有责任，但我只是看中乔曼曼的工作能力，才把前厅放权交给他负责。我哪里能想到他背着我，竟然敢处理成这个样子？他在这胡作非为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陆明艳，你现在居然跟我说没想到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乔曼曼，你疯了吗？注意你说话的场合。你亲口告诉我的，前厅想要立住规矩，就得让我表现的硬气一点。你还说有你在后面给我撑腰，这酒店里没人敢动我一根手指头。你给我闭嘴！陆明艳，从现在起暂停你在这家酒店的一切代理管理权限。金灵堂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听我的旨。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。在内部审计和调查结束之前，酒店的所有经营事务由我直接接管。梁经理，你负责协助我对前厅进行彻底整改。是，季总。至于董事会那边，今天发生的一切我会亲自说明，任何损失由我一力承担。金灵堂，你一定要做这么绝吗？就为了一个外人和这点小事，
你真要把我们夫妻的脸面撕到这种地步，让全城的人看笑话？夫妻的脸面，陆明艳，刚才乔曼曼像个泼妇一样羞辱股东，当众扇员工巴掌的时候，你没觉得丢脸？她亮出那条手链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誓主权，说那是送给最亲密的人时，你也只顾着遮掩那点脏事儿，没觉得丢脸？现在快轮到你的权利被暂停了，你倒想起我们是夫妻，想起要脸面了？陆明艳，你搞清楚，今天丢脸的从来就不是我。从头到尾在大众面前把底线踩碎、把脸面丢尽的人只有你而已。是你这个代理经理纵容下，是你让一个毫无规矩的大堂经理以为自己可以凌驾在所有流程之上，更是你亲手把这家5星级酒店管成了他乔曼曼的一言堂。好，我承认，在这件事上确实是我用人不当，是我没看清乔曼曼的真面目。但季宁堂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乔曼曼就全盘否定我这些年对酒店的付出。你现在一句话就要抹杀我所有的努力，是不是太冷血了？宁堂，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一起经历过多少风浪，咱们才是真正的夫妻，是一家人啊。至于乔曼曼，她只是个刚出社会的新人，我看她平时工作肯吃苦，我这才动了恻隐之心，多给了她一些关照。我只是想奖赏优秀员工，从头到尾全都是她一个人在自作多情，她自己误会了。我误会？陆明艳，你居然有脸说是我误会了？那条手链是你亲自带我去店里试了1个下午才亲手给我戴上的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这个刺纹不是你亲自陪我去做，还说要纹个一模一样的，寓意什么？反手我误会了。乔曼曼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季总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还说只要我乖乖听话，帮他管好前厅，他以后就让我坐稳大堂经理的位置，甚至……天哪，这陆总也太渣了吧！利用完战就扔他，这种人说的话，连个表表你富豪都不能。你还跟我说过，季宁堂平时根本不管酒店，他就是一个甩手掌柜。你说酒店早晚是你的，只有你才能多想要的一切。宁堂，你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。这女人现在被停职查办，整个人都疯了。她现在就是狗急跳墙，为了拉我下水，故意编出这些离谱的谎话，什么手链，什么刺青，那全都是她臆想出来的。宁堂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们才是夫妻啊！你在做什么？你在给谁发消息？联系律师。你说什么？联系律师做什么？陆明艳，今天的事一码归一码，酒店的违规调查，我们走酒店的专业流程，该怎么查就怎么查。至于我们的婚姻，从现在开始走法律程序。你什么意思？宁堂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清楚，我会准备起草协议，跟你离婚。宁堂，你别冲动，这只是个误会。就为了一个乔曼曼，为了这种货色，这不值得。陆明艳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离婚不是为了他，更不是为了跟你玩什么争风吃醋的戏码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我季宁堂不需要再面对一个谎话连篇、毫无底线的男人，是为了我的余生不用在恶心和算计中度过。季总，要不我先送您去休息室换身衣服，万一着凉感冒了。先去办公室拿替补。这照片，这号码怎么是一串乱码？看着酒店内部拍的，这个人明显是想让我看得更清楚。不管他是谁，这笔账我现在又多了一个筹码。季总，这陆总也太不要脸了，在公司里，在休息室门口就敢把照片原件发给我们的律师，让人核验一下拍摄时间和真实性。如果没问题，这照片会成为我离婚分产时最有利。我明白了，季总。调查程序已经正式启动，乔曼曼，从现在起你正式停职，交出你的员工卡和休息室钥匙。陆总还没签字，你们没权利赶我走。陆明艳，董事会的临时决议已经下达，你的代理管理权限即刻暂停，请交出你的最高管理账号。请。季宁堂，一定要把事情做绝到这一步。快看热搜，昨晚咱们包间那档子事儿被人捅出去了。我的天，这标题也太吓人了！酒店女高管带关系条霸占贵宾厅，逼迫基层员工当众道歉。这说的是季总吗？你看这配图，不就是乔经理哭得梨花听雨那样吗？文章里说乔经理是个认真负责的年轻劳模，为了守规矩不放人进包间，结果被某高管带人围攻霸凌。那几个股东被说成是季总带去撑场面的酒肉朋友，这爆料人也太能编了吧！季总，您看，这就是他们昨晚消停之后干的好事。视频里把乔经理剪得像个弱小无助的小白兔。季总，他们这是算准了想利用舆论把您钉在耻辱柱上啊！5星级酒店了不起啊，高管就能这么欺负普通员工？人家大堂经理只是按规矩办事吧，女高管带人霸占贵宾室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您看这条，笑死！说到底不就是老公多看了年轻女员工几眼，他吃醋了，拿职位公报私仇吧？季总，这显然是陆明艳和乔曼曼在背后搞鬼，他们这是想把酒店的调查变成您个人的私怨，让大家以为您是极度猖狂、恶意报复。哼，带关系户逼迫基层员工公报私仇，陆明艳和乔曼曼打的一手好算盘，他们以为把水搅浑了，自己就能全身而退。季总，他们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，把打人泼水的镜头全删了，反而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？现在全网都在骂您仗势欺人，说您是因为吃醋才公报私仇。急什么？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确实很符合他们的底线。季总，您一点都不生气吗？现在酒店的官微下面全是一片狼藉。哼，他们之所以敢发这种剪辑过的视频，无非是吃准了我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觉得我会为了顾全酒店的声誉和夫妻的理念，选择吞下这口闷气，和他们私下交易。
宁棠，网上的事我刚刚看到了。陆总消息挺灵通，刚发出来没多久你就看到了。咱们斗气归斗气，但这件事如果继续闹大，对酒店的名誉真的不好。万一影响了股价，董事会那边谁也交代不了。所以呢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不如我让乔曼曼发个公开道歉信，态度诚恳点，然后我马上把他调离前厅，甚至调出这家酒店。作为交换，你也别放完整的监控视频了。你想啊，那视频要是全放出去，乔曼曼动手打人、泼水这些丑事就全摆在台面上了。陆明艳说了这么多，你是怕酒店的管理问题暴露呢，还是怕你和乔曼曼那点见不得光的私情彻底藏不住呢？季总，陆明艳这是在威胁您，要是咱们不按他的意思办，他恐怕还有后招。他那是怕了，怕真相大白，怕他的名声扫地。既然他想要名誉，那我就给他个痛快。半小时后用酒店官方账号发声明。是，声明内容需要润化吗？不必，越短越好。告诉公众，酒店已启动内部调查，完整证据据依法违规公开，不接受任何断章取云和恶意造谣。快看，官微炸了，下面全是骂咱们酒店的。资本的嘴，骗人的鬼，心疼那个被打的大堂经理。这舆论简直是一边倒啊！大家根本不看声明，就觉得咱们在店大欺客。季总，不好了，乔曼曼居然抢先一步，自己开了直播卖惨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这演技不去领奖真是屈才了。我只是想做好我的本职工作。酒店有酒店的规矩，贵宾包间如果没有预约，哪怕是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。核对流程，他明明是连名单都没看，就是让我们滚。这演技不去哪叫这样流程？我有错吗？可他们一进来，二话不说就开始用身份压我，还威胁我说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就能让我在这个行业永远待不下去。我只是个普通打工人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季总为什么会那么恨我。如果非要找个理由，也许是因为我和陆总平时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，可能让他产生了什么误会吧。季总，他这是在暗示您公报私仇，暗示您是因为嫉妒才整他。季总，您看这些评论，他这是算准了公众会同情弱者，故意把您往舆论风口浪尖上推，想用网暴逼您低头。让他说，一个人谎说的越多，编得越圆，漏洞就越多。他现在跳得越高，等下会摔下来的时候就越惨。听我一句劝，别冲动。现在舆论都站在曼曼那边，你要是现在硬碰硬，对酒店的生意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这陆总可真会做人，表面上是为您好，实际上还是想护着那个绿茶。他越是怕咱们手里的证据真甩出去，就说明他心里越是慌。季总，技术部那边已经连轴转搞定了，监控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剪辑完毕，随时可以上线。发吗？发。记住，不需要任何煽情的文案，只发和酒店管理事故有关的核心部分。乔曼曼如何辱骂客人，如何推搡员工，如何当众泼茶，如何扇耳光，如何拒查名单。至于其他无关的他人隐私，一个镜头都别放。我们要打的脸，而不是和他一样下作。明白？我现在就安排官微同步推送。10、9、8。谁准你们坐在这里的？一身地摊货的家伙也敢上这儿坑蒙拐骗？现在清醒了吗？保安，把这群闹事的扔出去！这监控不是坏了吗？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，我当时是关播了。季总，您看这风向，他彻底翻车了，全网都在找他要说法呢。这口恶气终于出了。还没到松雨的时候，乔曼曼没这个脑子能把舆论带得这么偏。这件事背后一定还有人在给他撑伞。您是说陆总？他不简单，陆明艳更不简单。这件事儿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。季总，快看，乔曼曼的小号被人扒出来了，这次的内容更劲谋。他说自己会这么做，全是因为陆明艳告诉他，季宁堂只是个名义上的总经理，酒店真正说了算的人是他。他还说，陆明艳特意交代他，必须表现得硬气一点，出了天的事他都能兜着，甚至这次直播卖惨也是陆明艳亲手策划的。狗咬狗，终于开始了。宁堂，你看见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吗？乔曼曼那个疯女人在小号上乱咬，你千万别相信她的鬼话。你现在动用公关部，花多少钱都行，先把热搜压下去，求你了，宁堂。陆明艳，到了现在这种地步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宁少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冷静点想，现在热搜挂着我，对酒店的名誉不好，传出去你这个正牌总经理也没面子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和他的事情，我承认我一时糊涂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宁堂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好不好？乔曼曼现在是彻底疯了，她得不到就想毁了我，她现在是在乱咬人啊！乱咬人
陆明艳，乔曼曼确实疯了，可她咬出来的每一桩罪证，不都是你以前亲手喂给她的底气吗？陆明艳，事到如今，别急着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，那盆脏水，是你自己亲手泼在自己身上的。宁谈，我承认我在管理上确实偏心了点，对她有照顾不当的地方。但我和她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乔曼曼太虚荣，平时就爱表现，总想在人前显摆自己有靠山。我这人你是知道的，就是心太软，才会被她的表象蒙蔽了。陆明艳，你还记得你刚把她带进酒店时怎么夸她的吗？你说她能干有灵性，当初是你亲手把她捧上那个位置，纵容她为所欲为，现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了，你倒是一脚把她踩进泥里，推得干干净净。我那是因为……够了，我没兴趣听你这些废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天上午董事会上，当着所有股东的面，你亲自去解释吧。季总，乔曼曼果然反水了，她根本不肯替陆明艳背这个锅。就在刚才，她在网上把所有的遮羞布都撕烂了。您看这段，陆明艳亲口交代的。曼曼，前厅那一块你得立起威心来，别让下面那群端盘子的觉得你好欺负，硬气一点，出了事我兜着。为了给自己培养亲信，她倒是不遗余力。还有更劲爆的，这里陆明艳为了让她处理突发情况，竟然直接把自己的最高管理账号发给了她，让她越权处理权限审批。您快看这段。要是季总发现我乱动后台权限，知道了怎么办？我怕。他平时根本不管这些琐事，就是个挂名的，你不用怕，万事有我。瞧瞧，陆明艳这算盘珠子都崩到咱们脸上来了，他真把这儿当成他金屋藏娇的后花园了，还万事有他。他不是自大，他是傲慢。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提供资源也参与管理。之前骂您的那些网友，现在全都调转枪头去牙攻陆明艳了，但他居然还敢发声明死撑。针对网上流传的聊天截图，纯属断章取义。乔曼曼因严重违纪被停职，怀恨在心，利用技术手段恶意污蔑，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陆明艳，是你亲口承诺会保护我一辈子，说会让我坐稳大堂经理的位置，现在出事了，你竟然说我恶意污蔑，那些亲手戴上的手链和纹身也是假的吗？乔曼曼入职以来工作能力极差，私下多次收受客人贵重礼物，严重滥用权限。我此前是出于提携后辈才多加提点，没想到引狼入室。季总，这两个人现在是彻底疯了。一上午的时间，陆明艳指责他手脚不干净，乔曼曼就骂他言而无信。现在全网都在看这对野鸳鸯狗咬狗，由着他们咬，他们爬得有多快，摔得就有多疼。各位都看到了，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把我们酒店形容成了藏污纳垢的贼窝。原本只是私生活不检得，现在闹成了公职人员互撕、管理权限滥用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私人作风问题，这是在动摇酒店的根基。陆明艳继续留在代理总经理的位置上，每多待1秒都是在扩大我们股东的损失。这种公私不分、带头坏规矩的人，我提议直接清理掉这颗毒瘤。你是大股东，也是名正言顺的总经理，这件事你的处理意见是什么？作为总经理，我会完全支持按照公示章程内部流程完办后得出的最终结论。基于目前收集到的证据，我的提议有3点：第一，立即解除陆明烟代总经理的一切权限，剥夺其所有管理职能。第二，乔曼曼因严重违反员工纪律、收受不当礼品、恶意损害酒店声誉，即刻进入解除劳动关系流程，法务部跟进追责。第三，启动全面内部审计，重新梳理前厅所有权限，挖出所有像这种越权审批的灰色地带。陆经理，既然决定已经宣布了，后续的审计交接希望你配合。散会。陆先生，受季总委托，这是给您的离婚协议书，请查收。季凌寒，我都已经向你低头道歉了，你还要跟我离婚？宁谈，你冷静点想一想，咱们真的没走到非离婚不可的这一步。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可离婚不是小事。乔曼曼的事确实是我糊涂，是我鬼迷心窍受了他的蛊惑，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。你要是觉得不解气，怎么罚我都行，撤我的职、收我的权我都没怨言，甚至让我当着全酒店员工的面给你公开道歉我也认了，只要你能消气怎么着都行，但离婚绝对不行。宁棠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一起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，难道这些感情都是假的吗？你忘了咱们刚创业的时候吗？当初这家酒店刚起步，为了拉投资，咱俩在雨里等了人家一整夜，最后只能分吃一碗泡面。那时候虽然苦，可你对我说过，只要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这些话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陆明艳，别拿以前的那点苦难来当你的免死金牌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我不是这家酒店的大股东，
如果今天同行试菜的那几位长辈也不是股东，如果监控没有恢复，事实被永远埋没，如果乔曼曼发到网上的那段剪辑视频成了唯一的真相，那你现在还会站在这里跟我谈感情吗？你还会觉得是他乔曼曼错了吗？说不出来了，那我替你把心里话说完。如果你今天没发现我是股东，如果你还是那个能只手遮天的代理总经理，你根本不会求和，你只会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冷冰冰的告诉我，宁堂，曼曼还小，她只是为了规矩，你作为大局的维护者，就忍一忍吧。宁堂，我别这么叫我，恶心。陆明艳，别再演什么受害者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根本不是被乔曼曼点低家族的手段蛊惑了，你只是终于遇到了一个愿意无底线配合你傲慢的人，甚至把你从曼曼面前给他的那点纵容当成凌驾于流程之上的权利。而你，陆明艳，你非常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虚荣感。金灵堂，你一定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吗？一定要把我踩进泥里你才舒心吗？我不是在羞辱你，我只是在把事实说清楚。好，离婚，但你有没有想，这协议一旦签了，闹到外面去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那些一直盯着酒店位置的祖宗会怎么看你？你刚才在贵宾区闹了那么一通，甚至当众扇我巴掌，转头就闹离婚，你是在把自己的婚姻变成全城的笑话，为了出口气，把酒店的股价和你的名声都搭进去。急什么？你刚才说的每一句真情流露，录音可都在持续进行中。金灵堂，你居然录音，你跟我谈话还要留证据，咱们是夫妻，你竟然算计我到这种地步！陆明艳，别再提夫妻这两个字，从你让乔曼曼进这个酒店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和你谈任何事情都必须带上法律。季总，出事了，乔默默闯进来了，现在就在1楼大堂，正闹着要见陆总，保安快拦不住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这种时候他还嫌不够乱吗？陆明艳，你出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说过出事了你保我，你说过你会为了我和季宁堂离婚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前台吗？立刻把那个疯人给我请出去，以后绝对不许让他进酒店半步。陆明艳，你现在说我是普通下属，你想甩掉我？你亲手给我戴手链，亲口说要和我白首不分离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喂，季总，内部审计的初步结果刚刚同步到我这儿了。陆明艳在代理管理期间的问题，恐怕不止乔曼曼这一件，几笔不明去向的款项，他恐怕解释不清楚了。季总，律师那边说这只是初步能确权的部分，我原以为他只是色令智昏，没想到他这是要挖空酒店的根基。陆明艳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在代理期间，除了违规提拔乔曼曼，还干了多少好事？越权审批不透明费用，绕过正常比价交成私售供应商，还有这几项连凭证都对不上的高额报销。陆明艳，你这是在管理酒店，还是在把这儿当成你的私人取款机？宁堂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流程瑕疵。酒店运营每天都有那么多突发状况，不可能每一笔都死磕着流程走。我是为了提高效率。效率？陆明艳，别把贪婪包装的这么高。你所谓的效率，就是把公司几代人定下的规矩全都踩在脚下，然后把这些流程统统变成你私底下笼络人心、中饱私囊的人情。宁堂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真的打算把我推进火坑吗？这些年为了这家酒店，我也算呕心沥血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不能因为一个乔毛毛，就把我这些年的所有付出全都一笔勾销，彻底否定我。陆明艳，别再往乔曼曼身上推了，不是我要否定你，是你自己亲手把所有的底线踩碎了。而且你现在堆叠下来的这些财务和违规问题，早已不是你我之间的问题了，这是法律问题。即日起解除陆明言代理管理职务，其名下账号封存，由法务部配合启动内部专项审计。乔曼曼因严重违反员工纪律、恶意剪辑并传播不实视频，损害酒店名誉，正式解除郎妓关系，酒店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关于此前的职场不公，酒店正式向二位道歉，相关的薪资补偿和心理支持津贴下班前会到账。季总，谢谢您的信任，接下来的整顿我会拼尽全力把前厅重新带好。梁经理，记住要把前厅带好，但不是带给我季宁堂一个人看，而是带给每一个在这家酒店里按流程、按规矩做事的人看。这通报也太硬核了，每一条后面都跟着附件证据，连聊天记录的截图和监控的秒数都标得清清楚楚。以前看乔经理在那耀武扬威，还以为他真是老板娘呢。你看这通报写的，恶意剪辑、职务侵蚀、损害声誉，这分明是害群之马。都别看了，散了。
证据确凿，法务部已经正式立案追责了。发出去，只要发出去，网友一定会同情我的。我是被骗的，陆明艳，是你骗了我，还卖惨呢！监控里破插手打人的都比谁都熟练，这就是受害人。你还有脸发微博？要不是你在网上乱咬，审计能查得这么快？乔曼曼，你把我的事业全毁了！我毁了你，是你先说要保我的。你亲手给我戴上手链的时候说我是你最亲密的人，现在出事了，你会不会去当清官？你这个畜生！青春，你也配！要不是你贪得无厌，没脑子去惹股东，我能落到这个地步？滚远点，别再让我看见！好像梁经理，整改方案已经发给各位股东了，盯着点回复。季总，方案刚发出3分钟，各位股东全部秒回，全票通过支持，大家都说早该这么干了。樱桃，我们能不能再打一次？律师说明天就是冷静期最后一天了，樱桃，陆家和酒店的那些利益纠纷我都撤回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只要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撤回？陆明艳，那是法务和审计给出的定论，你已经没有余地可以谈判了。那些都不重要了，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，当初我们起家的时候多好。可惜，太晚。樱桃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枚戒指是我们结婚那天我亲手给你戴上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乔曼曼那个疯女人已经彻底毁了，法务和审计也把我赶出了酒店。我在以往的情分上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我们把婚约续下去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陆明艳，很多年前我也曾相信过这枚戒指代表承诺，可现在看来，承诺这种东西如果只靠一块金属来维系，本来就脆弱的可笑。樱桃，别对我这么残忍，都是乔曼曼那个贱人挑唆。别再拿她当借口了，乔曼曼从来都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根源，她只是让我看清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你陆明艳早就把对我最起码的尊重、婚姻的忠诚，还有为人的底线，全都当成了可以随时牺牲、随时拿来交换的筹码。我可以改，樱桃，只要你不离婚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真的可以改。你改不了。你现在之所以低头，不是因为你后悔伤害了我，而是因为你发现你失去了以前那种可以肆意伤害我的机会，失去了可以依仗的靠山。陆先生，这是离婚协议的补充条款及财产分割预案，后续的所有手续，请您按约定时间准时配合完成，如我们会直接起诉。林萌，我真的……听说了吗？那个陆明艳离婚手续昨天办完了。哼，何止啊！酒店审计出的那堆烂账，让他彻底出了名。现在整个圈子都知道他挪用权限，管理混乱，谁还敢请他做高管？他的名声算是彻底跌到底，烂透了。陆明艳，你这个缩头乌龟，是你毁了我！要不是听你的去搞什么直播，我会被全行业封杀。你现在把过错全推给我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还有脸提？要不是你这个蠢货擅自打人闹大，审计能查到我头上来，是你这个扫把星骗了我的前程，滚开！是你毁了我的青春，你承诺过会保护我的，你这个骗子！季总，整改基本完成了，前厅服务员全部重新培训，投诉机制现在是直接对接审计部。他留下来是对的，只有让受过委屈的人看到公正，酒店的根基才算稳了。至于陆明艳和乔曼曼，听说他们现在正为了那点赔偿金闹得不可开交，互相揭短，在圈子里彻底臭了。不用再关注他们了，烂掉的东西清出去就好，没必要回头看。季总，包间权限和监控已经重新划分完毕，今天还继续试菜吗？你就当给我个面子。当然。烂掉的东西清透了，生意还要继续，不仅要继续，还要做得比以前更好。明白。季总，这半年来酒店的变化，我们这帮老家伙可都看在眼里。说实话，这烂摊子换个人未必能理得这么顺。你把这里管得很好。陈董过誉了，是下面各部门配合的好，大家现在都习惯按流程说话。其实以前陆明艳在的时候，前厅搞得乌烟瘴气，流程形同虚设。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是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，当初只是想着给你几分体面，也想再给他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现在看来，咱们做生意的果然不能心慈手软，有些烂肉啊，早剜出来早省心。
季总，前厅这周的服务分报告刚出来，您看这一条，客人的满意度比上季度整整涨了18%。更关键的是，咱们前厅的员工内部投诉量清零了。看来整改是真落到实材处了，那是肯定的。大家现在只要按规矩办事就能拿奖金，谁还愿意去搞钻营那一套？还有一件事，之前被乔曼曼当众推搡，差点撞伤腰的那位服务员，您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这姑娘是个肯干的。这个月她带新人带的特别稳，班组考核拿了全工单第1。我刚才已经按咱们新定的选放这儿了，得您最后签了领个字，不是带给我看的，是带给每一个按流程做事的人看。只要干得好，酒店永远有他们的位置。排班表精确到分钟，投诉处理有完整的闭环记录。不错，这种条理清晰的样子，看着才像个正规酒店。是啊，比起半年前乔曼在的时候，全凭他一张嘴说黑即白，现在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定海神针。新的预约核阵系统落地情况怎么样了？已经全量上线了。现在贵宾包厢的预约必须同步核验身份证件和黑金会员信息。最关键的是，前厅现在只有核对权限，绝对没有修改权限，这就堵死了私相授受的口子。监控那一块呢？监控也做了严格的分级，除了您和技术总监的最高账号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限关闭贵宾区的录像，而且系统后台的操作记录全程留痕，谁动过，什么时候动的，一查便知。半年前我刚整顿前厅的时候，底下的阻力可不小，那帮老员工是不是还在私下里观望？何止是观望，当时那几个组长怕您是3分钟热度，怕朝令夕改，最后倒霉的是他们，还有几个仗着自己是陆总时期的元老，表面应和，背地里扬防阴为，没少给我使绊子。不过现在没人再有怨言，大家私下里都在说，比起以前看老板脸色猜心思的过日子，现在按规矩办事反而更踏实了。这位女老板也太较真了，凡事都要死磕流程，一点转换余地都没有。是啊，以前陆总在的时候多通人情啊，打个招呼就能办的事儿，现在非得走系统，累死人了。较真没什么不好，有了规矩，大家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。起初这种声音确实多，直到上周前庭的主管违规给熟人留了包厢，被系统自动抓取，直接按制度扣了3个月奖金。紧接着刚入职的服务员按流程拦下了一位没有预约的蛮横客人，被您亲手发了服务创新奖。他们现在还觉得通人情好吗？现在没人再攀附谁当靠山了，大家都说这种看得见摸着的公平比什么捷径都让人踏实。季总，上周陆明艳的律师又发了函过来，还是为了之前那点事儿？是关于内部审地里那2笔供应商的款项，他想申请复核。律师函里写的冠冕堂皇，说2笔报销有特定的背景，不能全算他个人头上，让法务直接按流程对接，不需要特殊。那关于他所谓的特殊背景申诉，告诉他，既然觉得冤枉，就拿证据出来说话。在法律会起这种虚张声势的口头申诉，我们不接。季总，这是最后一份审计核实函。季总，有时候我真佩服您的定力。这半年，陆明艳那个边可真是没少折腾，为了见您一面，什么手段都要2手人而已。他刚被制职那阵，居然还好意思托圈子里那个跟他交情不错的赵总带话，说想约您吃顿饭叙叙旧。叙旧？他原话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夫妻一场，没必要做得这么绝。我都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就按您的吩咐，直接支降打安保把他挡回去了。酒店的门可不是什么名声臭了的人都能进的。现在审计结果陆续见报，他那些越权审批绕过笔架的破事儿在业内传遍了。现在的陆明言在本地酒店圈的名声算是彻底烂到底了。圈子就这么大，谁会要一个私德不修还滥用职权的累赘？可不是嘛，听说那些连锁大品牌看他就像看瘟神，生怕招了他会引狼入室。倒是有些末流的小酒店给他发过邀请，可他倒好，还端着前代总经理的臭架子，嫌人家平台小，职位低，死活不肯去。他那点积蓄恐怕撑不了多久。您猜得真准，我听以前跟着他的老员工说，他那点存款这半年折腾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出门连那身名牌西装都皱巴巴的，以前那副精英架子早就散架了，整个人颓废的连路人都认不出来。路是自己选的，后果自然也要自己担。凭什么不让我进？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来应聘的。这谁呀？穿的跟个业员似的，在大门口大吵大闹，这么别碰我！你们招聘式上不是写着前台招人吗？我来应聘不行吗？别在这给我狗眼看人低！季总又怎么样？季总能不让人面试？季总就能不让人来面试吗？你们酒店既然公开招人，就没权利剥夺我应聘的资格。招聘启事上又没说不许有过往经历的人应聘，我来面试前台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门？酒店确实不歧视有过往经历的秀职者，但我们有严格的背景核查流程。乔小姐，你在职期间严重违反员工纪律，利用职务之便恶意损害酒店声誉，甚至涉及配合代理总经理进行违规权限操作。按酒店人力资源规定，你属于永久性永不录用范畴。那都是陆明言让我做的，是他亲口说酒店他说了算，是他为了在前厅立威，非要让我表现的硬气一点、狠一点，连那个关闭监控的账号也是他亲手发给我的，我也是被他骗了，我是受害者，你们凭什么把所有的账都攥在我一个人的头上？这不公平！是谁让你做的？你可以去找谁理论，法务部会配合调取证据。但在这家酒店，所有的岗位只对结果负责，所有选择的后果最终都要由你自己承担。乔曼曼，当你当初选择踩着规则往上爬，仗着有靠山就肆意欺凌他人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这马路是你开的吗？陆明艳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
这不是前阵子网上那个出名的大堂经理吗？对面那个男的是谁啊？当初是谁在我耳边哄着我，说金明堂就是个什么都不管的甩手掌柜？是谁说这酒店早晚是我们说了算？是你陆明艳，是你口口声声让我放心大胆的干，说了事你都能高涨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现在我工作丢了，全行业封杀，我1分钱也赚不到，甚至还要面临酒店的追责。拍拍屁股就想完事，把我当抹布一样甩了，你做梦！要不是你当初蠢的没边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打人，事后还敢瞒着我自聪明的去开什么直播卖惨，事情能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。陆家毁了，我也被踢出了董事会，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！我蠢。陆明艳，你现在把责任全推给我，你要不要脸？当初是谁在大半夜给我送定制手链？是谁陪着我一针一针去闻那个破刺青，还对着我发誓说要跟我白首不分离的？是谁亲口承诺，只要等你在酒店坐稳了位置，就马上跟金银堂离婚娶我？现在你事业毁了，就说我蠢笨坏事。当初你哄着我，为你冲锋陷阵的时候，怎么不嫌我蠢？疯子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疯子！让开！陆先生，请留步，我有急事找金银堂。抱歉，陆先生，系统显示您没有预约，按规定您不能进去。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谁！我是陆明艳，我是他前夫，我现在还要预约。抱歉，系统正在忙，不见任何无预约人员。您如果有公事，请走官方预约渠道，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法务部。法务部，我看你们这群看门狗是不是不想干了？陆先生，请注意言辞，现在这里是季总说了算，而我们接到的指令是严格执行规定。陆明艳，你也知道被人挡在门外的滋味了，真当自己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陆总呢？大家快看啊，这就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陆总，离了季宁来，你连这套门都进不去。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个靠老婆养的软饭男。瞧瞧，刚才还吼着是前夫呢，结果连门都进不去，真够丢人的。现在的软饭男都这么嚣张吗？被踢出门了，还想回来摆谱？陆明艳，你倒是进去啊！你不是能耐吗？你不是说这酒店迟早是你的吗？你现在怎么像只丧家犬一样被拦在外面了？季总，他们这么闹下去，影响实在太不好了。要不要我多叫几个保安，直接把他们从台阶下请远一点，免得惊扰了进出的贵宾？不用，随他们去吧。闹够了，看清现实了，自然就走。我没兴趣看这种戏码，也没兴趣再和他们有任何牵扯。现在的结局不过是他们求人得人。这边请注意脚下。季总，我今天特意提前5分钟到，在前厅站着观察了一会儿。陈董观察出什么了？眼里有光，做事有章法，不仅流程顺了，连精气神都变了，这才是5星级酒店该有的样子啊！陈董过誉了，目前也只是刚步入正轨，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。你呀，就是太谦虚了。夜里风大，季总，喝点温水暖暖身子吧。楼下都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刚才送客的时候，几位核心合作方特意找我夸了咱们，说现在的服务比半年前贴心太多了，细节处见真章。陆明艳和乔曼曼那边现在还有动静吗？他们，陆明艳被踢出圈子后，每天在出租房里和乔曼曼互相指责，连出现在闹了时早就成了全城的笑柄。那种烂人，烂掉的东西清楚了，剩下的路才会越走越宽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梁叔。如果不是你盯着前厅，整改不会这么快见效。不辛苦，季总。说真的，看着大家现在能挺直腰杆干活，我也觉得值了。以前大家总觉得非得有靠山才能在酒店过得好，像乔曼曼那样靠山。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认认真真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比什么虚无缥缈的靠山都强。是啊，这世上最稳的路，从来都不是靠攀附谁、依仗谁走出来的，是靠规则、靠底线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。可惜陆明艳始终不明白。他原本握着一手好牌，却为了那点虚荣心和所谓的人情打得稀烂。乔曼曼也不懂，他以为靠上陆明艳就是走了捷径，拼命往上爬，最后却忘了看脚下，摔得粉身碎骨。走过这一遭，我反而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了。酒店要好好经营，日子要好好过，往后的路还长，风凉气清，步步安稳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生意还要继续，人生也要继续。我不会回头，也不必回头。